日本的電磁炮取得新進展，可以擊沉福建艦了。最近，社交平台上一段日本電磁炮試射炸毀萬噸艦船的視頻刷爆全網。視頻中，一道藍紫色電弧閃過，靶船瞬間火光衝天，斷成兩截，配文更是叫囂着可擊沉福建艦。但奇怪的是，這麼囂張的視頻，中國網友看完非但沒生氣，反而集體樂了。這麼明顯的 AI 合成視頻，日本是準備學習印度營學嗎？大家好，歡迎來到星球熱點，國際大事從不缺席，輿論場中抽絲剝繭，聚焦獨家中國資訊。點讚、訂閱加小鈴鐺，帶你用不一樣的視角讀懂中國故事。最近，一段日本電磁炮試射炸毀萬噸艦船的視頻在網絡上鬧得沸沸揚揚。視頻畫面中，一枚高速彈體裹挾着氣流從海面上方呼嘯而過，精準命中一艘體量龐大的靶船。轉瞬之間，靶船便發生了劇烈爆炸，火光衝天，厚重的船身在衝擊波中轟然斷裂，緩緩沉入海底。這個視頻的片頭還配了字幕，明確寫着“日本電磁炮實戰命中萬噸級目標”。很多人在社交平台上看了第一眼就信以為真，紛紛轉發和討論。說實話，連小編第一次看的時候也嚇了一跳，不過又仔細看了2遍，發現不太對啊，這靶船也太粗糙了，還有這爆炸畫面像無毛特效一樣。果然，沒過多久就被證實了，這段看似震撼的畫面根本不是實戰測試，而是 AI 生成的合成內容，連靶船模型都是算法拼接的虛幻產物。其實，這段視頻早在11月15日就已經出現了，不少平台還直接打上了人工智能生成的標籤，只是被別有用心的人剪掉標籤，換了字幕，就成了日本電磁炮實戰大捷的證據。視頻裡還有個致命破綻，畫面開頭出現的一艘驅逐艦，外形酷似美軍朱姆沃爾特級驅逐艦。要知道，美軍早就在2021年因技術瓶頸和預算超支，徹底放棄了在這類艦船上安裝電磁炮的項目。視頻發布者原本標注的測試地點是距離委內瑞拉海岸20公里的加勒比海海域，和日本半毛錢關係都沒有，但硬是被某些人移花接木，改成了日本電磁炮試射。更諷刺的是，就算拋開 AI 合成的漏洞，從物理常識來看，這段視頻也根本站不住腳。現代海戰中，萬噸級艦船的結構強度極高，船身採用特種鋼材打造，還配備了水密隔艙等抗沉設計。想僅憑一枚炮彈就炸得它斷成兩截，需要的能量相當於數百噸 TNT 炸藥的威力。而日本目前最先進的電磁炮，連產生這種力量的零頭都做不到。至於日本電磁炮的真實威力，看看防衛省2025年公開的參數就知道了。這款安裝在飛鳥號實驗艦上的武器，口徑僅40毫米，發射的彈藥重量只有320克，差不多相當於1罐聽裝可樂的重量，拿在手裡都嫌輕。它的炮口動能更是只有5兆焦，而美國早年放棄的電磁炮項目動能都有32兆焦，兩者差了6倍多。說個直觀的，1兆焦的能量大概能把1噸重的東西舉高10厘米，5兆焦撐死了在汽車外殼上砸個坑，想用它對付萬噸級軍艦，純屬白日做夢。更關鍵的是，日本的電磁炮至今還停留在實驗室階段，連實戰部署的門檻都沒摸到。它的供電系統需要4個集裝箱大小的設備支撐，根本無法適配現有作戰艦船。炮管導軌的使用壽命僅120發，連續射擊時會出現嚴重燒蝕，而且彈丸沒有任何制導系統，超重力加速度會摧毀所有精密電子元件，只能沿固定彈道飛行。實戰中想命中移動艦船的概率堪比中彩票。所謂炸毀艦船的視頻裡，靶船靜止不動，海況平靜，完全脫離真實海戰環境，這正是 AI 生成內容的典型特徵，只追求視覺衝擊，卻無視基本物理規律。但別看日本電磁炮這麼拉垮，日本防衛省為它已經砸了236億日元，換算成人民幣差不多11個億。媒體更是把它吹得神乎其神，什麼6倍音速、精準打擊、改變戰爭規則，把一個實驗室半成品誇成了海戰神器。可現實是，這些口號全是紙上談兵。日本電磁炮的實際性能，連美軍淘汰的技術都比不上，更別說跟中國同台競技了。
明眼人都知道，日本的電磁炮項目已經遠遠落後於中國，這種差距不是靠砸錢就能追上的，而是全方位的技術代差。中國的電磁炮早就從實驗室走向了工程化測試階段，各項核心技術都已經成熟，部分指標甚至達到了世界領先水平。先看核心性能參數的碾壓，日本電磁炮是40毫米口徑，彈丸重320克，初速6到6.6馬赫，炮口動能5兆焦。就算按計劃提升到20兆焦，也只是中國當前水平的1/5。而中國電磁炮採用的是124公斤級彈丸，初速高達7馬赫，炮口動能達到70到100兆焦，是日本當前水平的10到20倍。這是什麼概念？如果說日本電磁炮的威力相當於一把玩具槍，那中國電磁炮就相當於一門重型加農炮，完全不在一個量級。再看關鍵技術的突破，日本至今沒解決的電源小型化問題，中國早就攻克了。中國的電磁炮供電系統體積大幅縮小，能夠輕鬆適配各類作戰艦船，不會出現電源比炮身還大的尷尬。在炮管壽命上，中國電磁炮更是實現了質的飛躍，炮管壽命已經超過1000發，是日本的8倍多，完全能滿足高強度海戰的持續作戰需求。此外，中國還解決了電磁炮的散熱、彈道修正等一系列技術難題，讓這款武器真正具備了實戰價值。有軍事專家分析，中國在電磁炮領域至少領先日本5年以上，這還只是明面上的差距。考慮到中國在相關配套技術上的優勢，實際差距可能更大。更值得驕傲的是，中國電磁炮的研發並不是孤軍奮戰，而是依托於完整的國防工業體系，從特種鋼材的研發到高能電源的製造，再到精密加工工藝的突破，每一個環節都有強大的技術支撐。這種體系化的研發能力是日本所不具備的。日本的國防工業雖然先進，但很多核心零部件依賴進口，關鍵技術受限於美國，很難形成自主創新的完整鏈條。這也是日本電磁炮項目進展緩慢的重要原因。有人可能會問，日本會不會想用電磁炮偷襲戰術來彌補技術差距？答案是純屬癡人說夢。在現代戰爭條件下，想用電磁炮發動突然襲擊，簡直是打錯了算盤。因為中國已經建立了從海底到太空的全方位監控網絡，任何軍事動向都逃不過解放軍的千里眼和順風耳。首先，電磁炮發射時會產生巨大的電磁信號和熱信號，這些信號在太空的偵察衛星面前，就像黑夜裡的明燈一樣顯眼。中國衛通的衛星網絡24小時不間斷運行，能夠精準捕捉到全球範圍內的電磁異常和熱源反應。日本的電磁炮實驗艦剛出港，行蹤就會被牢牢鎖定，根本沒機會靠近作戰區域。其次，現代反導系統的發展已經使得攔截電磁炮炮彈成為可能。中國國瑞科技提供的先進雷達系統，能像放大鏡一樣精準捕捉到高速飛行的炮彈軌跡，就算是7馬赫的高速目標，也能實現實時跟蹤。更絕的是，中國的高能激光武器已經成熟部署，50千瓦級激光系統可瞬間溶穿5毫米鋼板，激光束以光速攔截6馬赫的彈丸，理論攔截窗口是電磁炮的15萬倍，而且無需計算提前量。在激光武器面前，日本的電磁炮彈就像慢動作一樣，根本沒機會命中目標。其實不只是電磁炮，日本現在鼓搗的高超音速導彈、遠程巡航導彈，號稱新偷襲3板斧，聽着唬人，但在中國已經構建成熟的立體防線面前，完全沒用。先說高超音速導彈，這東西速度快，路線飄忽，確實是個麻煩角色。但中國的應對之策是一張天羅地網，第一層是天基預警網。中國衛通的衛星具備紅外探測能力，導彈剛一點火，產生的紅外信號就會被太空中的火眼金睛捕獲。第二層是艦載攔截網。等導彈進入大氣層，中國重工等打造的艦載防空系統就會大顯神威。著名的海紅旗家族能在遠、中、近不同距離上實施層層攔截，從發現目標到完成攔截決策，整個過程只需要幾分鐘，讓高超音速導彈的突防優勢蕩然無存。再看遠程巡航導彈，這類導彈喜歡貼海飛行、躲雷達、搞偷襲，是典型的低空幽靈。但在中國的體系化防禦力量面前，這些幽靈根本無處藏身。天上的衛星和預警機先提供初始目標信息，然後裝備了先進雷達和指揮系統的海軍艦艇開始行動。中遠程艦空導彈負責在視距外攔截，而著名的萬發炮近防系統則是最後一道堅不可摧的鋼鐵防線。
見過萬發炮實彈射擊的人都知道，它的彈幕密度極高，理論射速達每分鐘9960發，實際備彈量2560發，可在14秒內打光。那彈幕密度連只蚊子都飛不過去。所以說，現在中國的立體防線早已不是被動等着挨打的盾牌，而是一個集探測、判斷、決策、打擊於一體的循環4局。任何來犯之敵都會被牢牢困在這個循環裡，有來無回。好了，今天的內容到這裡就結束了。如果你喜歡小編的影片，還請大家多多點讚轉發，讓更多的人一起見證中國進步。關注我的頻道，這樣既能回顧往期視頻，又不會錯過之後的精彩內容。那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。